中秋节起源于中国，它源自中国古代人对天象的崇拜。在古代的农耕社会，人们发现月亮与季节变化、农业生产有着紧密的关系。另外，他们还相信有月神的存在。每年农历的8月15，月亮是一年中最亮、最圆的时刻，人们就在此日展开了对月神的祭拜活动。这些活动逐渐演化成民间习俗，从而诞生了一个重要的节日。因为农历的8月15是秋季的中期，所以这个节日名为中秋节。又因为它在8月庆祝，也有人把它叫做8月节。中秋节普及于汉代，在唐代时期成为了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日。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和中秋节习俗相关的文学作品，民间也开始流传多个和该节日相关的神话故事。其中一个关于中秋节起源的神话故事流传相当广泛，在现代中国几乎也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这个故事就是嫦娥奔月。相传在远古时，天上有10个太阳，它们本来应该交替出现，每次只有一个太阳出现在天上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一天10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空，整个世界变得异常炎热，人们苦不堪言。一个叫做后羿的英雄出现了，他力大无穷，善于射箭。他登上高山，运足力气，一口气用弓箭射掉了9个太阳。大家都很感谢后羿的举动，也佩服他的能力。很多人拜他为师，跟他学习射箭等武艺。有一位神仙也很喜爱后羿，他送了后羿一个药丸，并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丸可以长生不老，飞到天上变成神仙。但是后羿没有吃下药丸，因为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妻子。后羿的妻子叫做嫦娥，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。她经常帮助村里的乡亲们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后羿和嫦娥非常相爱，他不想变成神仙而留下嫦娥一个人，所以他让嫦娥把药丸藏在一个盒子里。后羿有一个徒弟名叫冯蒙，他不知怎么知道了药丸的事情，想方设法的想要得到药丸。8月15这天，趁着后羿不在家时，冯蒙闯进了后羿的家，用剑逼迫嫦娥交出药丸。嫦娥想，要是这样的坏人吃了药丸，变得长生不老，那么不是会伤害更多人吗？所以她坚决不交出药丸。冯蒙只好自己四处翻找。嫦娥看到冯蒙马上就要找到药丸了，她情急之下拿出药丸，把它塞进了嘴里。嫦娥吃了药丸之后，立刻就飞了起来，越飞越高，一直向月亮飞去。后羿外出回来，发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嫦娥也不在家，他很着急，冲出门外寻找嫦娥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他突然抬头看到明亮的月亮，月亮上嫦娥正深情地看着自己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嫦娥吃了药丸，
变成了天上的神仙，再也不能回来了。后羿和乡亲们都很想念嫦娥，每年的8月15，他们就聚在一起，并在院子里摆上嫦娥喜欢的食物，对着月亮思念嫦娥。再后来，8月15就变成了全家团圆、一起赏月的节日。AL Language Cafe. Acquire a new language. Leap into a new world.